你会选水滴轮吗？你的轮子是不是炸线抛不远？相信我，多半是你的轮子没有选对。这期视频从水滴轮的类型和不同刹车性的特点这2大关键因素掰开揉碎，耐心看完就知道什么样的轮子最适合你。选择水滴轮关键看2点：一，抛得远；二，不炸线。想要抛得远，需要最大程度减小轮子对饵的牵制，牵制的越小，就可以抛得越远。可以从2个方向去优化：更轻的线杯和更加丝滑的轴承。这些全部优化到位，就可以最大程度让饵抛得更远。但你会发现问题，这样的轮子不仅容线少，而且轮子的强度也不高，只适合微物场景，也就是抛小饵钓小鱼。如果是远投钓大翘嘴，那必须要加大线杯的容线量，不然抛出去几十米就清杯了，拿什么远投呢？远投时需要用更重的饵，对轮子的冲击力也就更大，就需要搭配半陶瓷轴承，这就是远投轮。如果是在有水流的重障碍区做钓桂鱼，需要暴力刺鱼，就需要先保证轮子的整体强度，线号更粗，也需要同步加大线杯的容量，这就是大物流。聊完了轮子的分类，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最令人头大的问题，其实原因只有一个，也就是线杯的转速超过了饵的飞行速度。刚掏出时，饵的速度很快，线杯也跟着转得快，这没问题。但飞出一会儿后，饵的速度慢下来，线杯却还在呼呼的猛转，多余的线全堵在出线口，瞬间就缠成了死鱼。所以解决炸线就一条，让线杯的转速和饵的飞行速度保持一致，就不存在炸线了。理论上来说，不管什么样的轮子，只要调得足够紧，就可以不炸线。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，我们要的是在抛得远的前提下保证不炸线。好的刹车系统是既能防炸线，又不会因为刹车系统本身影响抛投距离。要在稳和放之间找到平衡，最常见的也就4种。第一种是磁力刹车，是在侧盖里面装的磁块，线杯转动切割磁场就会产生阻力，通过调节档位来改变磁块和线杯的距离，最低档位离得最远，阻力最小；档位调高，离得近，阻力变大。这种结构简单，成本低，对新手特别友好。哪怕调到最低档，也有基础磁阻帮你减少炸线，但缺点也明显，磁阻再小也会影响抛投距离。这种刹车最适合抛小饵，适合小范围搜索。第二种是离心刹车，是通过线杯旋转推开离心块，与外圈摩擦产生阻力，转得越快，推得越开，刹车力就越大。档位的调节是用来控制参与离心块的数量。零档时完全没有阻力，可以抛得很远，但炸线风险最高。把档位调高，可以防止炸线，但影响抛投距离。这种刹车适合近距离荡抛，配合熟练手法，也能极限远投。想要熟练掌握它，需要你花点时间去好好练习。第三种是离心加磁力，核心逻辑是通过离心力来控制磁力的介入。第一种是 SV Boost， 刚开始刹车力大，先防住炸线，后面线杯慢下来，阻力也跟着变小，不拖饵的后腿。特点是稳定，但这种设计不适合超级远投。第二种是达伊瓦的 Z 刹系统，而抛投初期，当线杯转速快要达到失控状态临界值时，刹车盘被弹出，防止线杯超速；而当转速下降至临界值以下，刹车盘则会回缩，减少对抛投后程的阻力干扰。但需注意，刹车盘回缩后，刹车力会显著减弱。这种设计特点适合超级远投，但是需要搭配指控来避免炸线，也需要你花时间去好好练习。第四种以禧玛诺为代表的 DC 电子刹车系统，可以理解为就是一台小电脑，线杯转动给电脑供电，电脑精确控制线杯转动来确保转速的稳定性。特点是精确，而且抛投稳定，逆风、横风、风阻大的饵，这些复杂环境也能有效应对。我始终认为这是一台精密的电子设备，使用时需要格外小心，避免磕磕碰碰。这就是市面上主流的几大刹车系统。说到底，没有绝对的好不好，只有适不适合。对于轮子的类型和刹车系统就是这么多。除此之外，像卸力、速比、轻量化与纺车轮是一样的。感兴趣的兄弟可以点开上一期看一下关于纺车轮的内容，这里就不重复展开了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水滴轮是分左右手的。如果你是左手摇轮，就选左手轮；如果你是右手摇轮，就一定要选择右手轮。了解了水滴轮的不同参数特点，来实际上手搭配一下。场景一，马口白条，而重在2克内，选择轻量化、轻巧浅线杯，搭配全陶瓷轴承，建议选择磁力刹车。场景2，远投钓大翘嘴，而重10克或更重，优先考虑远投性能。场景3，高频抛投钓大杆鱼，建议选择稳定性优先的刹车系统，同时确定强度。场景4，在水流里面做钓桂鱼，饵重在3.5克到7克之间。水下结构多，线容易磨，为了快速拔出障碍区，
优先选择高速比加高强度轴承。应对更多场景的搭配建议，我已经帮兄弟们都整理好了。关注我，私信水滴轮选择，我把整理好的文档发给你。对照文档，反复把视频多看几遍，就能轻松掌握轮子的各项参数特点，结合多个维度，就能科学的选择最适合你的轮子。关于水滴轮的内容就这么多，更贵的轮子能给你更高的质感，更好的技术也能最大可能帮你避免炸线，但对抛投距离并没有明显帮助。当然了，不炸线只是相对的，你不可能用水滴轮去玩所有场景，比如低压的桥洞，就算你手法再牛，刹车系统再高端，你都是玩不好的。这种情况使用纺车轮就能更加随心所欲，根据两种轮子的特点去匹配不同作料场景，这才是最优解。关于这部分内容会在下一期详细分析，感兴趣的兄弟赶紧点关注，不要错过。如果有不同看法或者需要补充的，欢迎评论区来聊一聊。要是觉得我对刹车系统的分析不够准确，可以尽管喊几家厂商来点评。觉得视频有用，赶紧收藏起来，同时转发给身边玩路亚的朋友，能让他们少走弯路，少踩坑。视频最后请多多点赞，点赞越多更新越快。我是老鸟，下期再见。